大家好，我是顾家医疗总院长顾方瑜。今天呢，要来教大家怎么样换我们包皮上的伤口，该怎么样照顾。这支影片呢，适用于割包皮手术后的病患、阴茎增大手术后的病患，以及阴茎矫正手术后的病患。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呢，那你就可以依照这个影片的内容换药跟照顾它哦。这个影片当中，我们会包含了第一个伤口的换药，第二个呢，如何使用抗敏感的喷雾，第三个呢，如何冰敷你的伤口，以及第四个，如何使用除疤凝胶。现在先进入呢伤口照顾所需要的一些耗材吧。手术完之后呢，你可能会拿到的药物包含了抗敏感的喷雾。那如果你没有购买抗敏感的喷雾，有抗敏感的药膏，那水性伤口敷料、伤口照顾的抗生素药膏，那当然这是我们的伤口本身啦，那以及我们棉棒、生理食盐水，两种不同的纱布，不粘连的纱布跟一般的纱布，那这是冰敷、冰敷袋、纸胶带、弹性绷带，那人工皮以及除疤凝胶。换药的过程当中呢，你有可能会需要使用到剪刀。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教大家怎么样换药吧。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割包皮手术后的一个伤口的样子。好，那如果是做阴茎矫正跟阴茎增大手术后的样子，也会类似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怎么样来照顾这个伤口呢？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把我们外面弹性绷带拆开。可是有时候有一些病患呢，他可能会找不到我们弹性绷带开口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用指甲稍微轻轻的抠。如果可以把它抠到它翘起来，那你就会找到我们弹性绷带的一个开口了。那你可以轻轻的撕。有时候呢，如果因为有血渍的关系，你的弹性绷带可能会比较硬，可能会比较不好撕，或甚至会有点疼痛的情况，不用担心。那你可以轻轻的用一只手压着你一边的弹性绷带，再用另外一边轻轻的把它撕开来。如果真的还是很不方便呢，你可以用指甲稍微在你的弹性绷带边缘稍微把它划开，它的那个绷带部分就会松开来了。松开弹性绷带之后呢，你可以稍微检查一下你这个纱布上面有没有特别多的血渍，或者是有没有哪边有正在滴血的情形。如果有这样情形的话呢，麻烦大家可以用 LINE 的方式跟我们的诊所客服人员联络，那可以帮你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如果都很好，没有问题的话呢，第二步就是要拆开我们的纱布内层的纱布。那一样用同样的方法，你可以用手的部分呢稍微找一下我们的胶带粘贴的位置，里面会是用纸胶带粘贴的情况。那的确，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很多的血块的状况，所以你有时候在撕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困难，或者甚至你觉得好像纱布粘在你的伤口上面。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使用生理食盐水，那把它打开，稍微浸湿我们的伤口。浸湿了之后呢，5分钟它会比较软化。软化的话呢，你就会比较好把我们的纱布或者是我们的纸胶带把它撕下来啦。同样的过程，如果你撕的过程当中发现好像粘得太紧了，你可以用指甲稍微把它推开，稍微把中间的地方稍微推开来，那你就可以顺利的把我们的纱布整个撕下来。撕下来之后呢，过程当中如果有粘贴的时候，因为血块，所以纱布跟伤口有粘连的话呢，一样可以使用我们的生理食盐水，把你的伤口稍微打湿，等待5分钟，它软化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撕下来了。打开之后呢，这个红色的胶带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伤口。你可以先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检查一下你的伤口上面呢有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出血位置有没有血一直滴出来。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弄一块新的纱布或是用旧的纱布也可以，稍微压住我们在渗血的地方，然后呢用你的手指头加压，用这样按压的方式可以压住大概15到20分钟，有机会这个渗血就会自己停止了。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很害怕不敢这样子单点压，你也可以把纱布用新的纱布呢重新缠绕回去之后，用手把它整个握住加压，也是一种加压的方法。再来的话呢，你就会检查看看这个上面呢有没有分泌物，不正常分泌物。如果你的分泌物呢是有一点点白色的不多，那这样应该就比较没有关系。但如果是有非常多的白色或是黄绿色分泌物，而且伴随很明显的伤口疼痛的话，那就有可能是有伤口感染的情形咯。这个时候会建议大家可能要赶快跟我们诊所的客服联络，那由这客服来帮您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有没有需要提早回诊。那如果检查起来呢都没有这样的情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换药的下一个步骤，我们就是要准备我们的棉棒。打开之后，我们一般呢都会需要用到2支到3支的棉棒。第一支棉棒呢，我们主要会沾生理食盐水，所以你可以把我们的生理食盐水打开，倒在我们的棉棒上面。第二支呢，我们会使用干棉棒。第三支的话呢，我们会配合使用我们的药膏。那首先呢，我们会先用第一支棉棒，把这上面的分泌物是比较脏的分泌物或是血块，稍微把它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之后呢，我们会使用第二支的棉棒，把多的生理食盐水把它擦掉，让你的伤口可以保持干燥的状况。再来第三支呢，我们就用棉棒沾了我们的药膏之后，直接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伤口上面，可以不需要太多，只要薄薄的有擦到就可以了。那使用完毕之后呢，我们会再把我们的绷带把它缠绕回来。那值得注意的事情呢，如果你手术伤口呢是有使用组织胶，它是一种防水的，像是液态 OK 棒的东西，你的上面呢伤口上面就会有组织胶的状况。如果是这个情形的话呢，你可以不使用药膏来进行换药，因为我们的组织胶呢它是有7天的抗菌的时间，也就是说7天内呢基本上你是不需要使用抗生素药膏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呢，你只要把脏东西稍微擦干净然后再把绷带重新包扎回来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包扎我们的绷带啦。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软质的纱布，那你可以把我们的纱布呢摊开来，原本是一个正方形的纱布，你可以把它摊开来变成长方形的状况，然后呢再把它对折，变成一个长条状的一个纱布条。那把这个纱布条缠绕在我们的伤口上面，就是用缠绕的方式呢绕一整圈。绕完之后呢，你可以撕一小段的纸胶带，撕掉之后呢，那你可以把前方的一端先反折，这是作为我们就是以后下次要撕下来的地方，然后呢就直接粘贴在你的纱布上面。
好，就直接把它粘贴一圈，好，粘贴完之后呢，这样就是算是完成固定啦，好。如果有一些病患呢，他的伤口的纱布容易脱落，那这时候有几个小技巧。第一个呢，你可以再多增加几条纸胶带，好，那你可以用比较短的纸胶带或者比较长的都没有关系。那你可以粘纵向，把你的纱布呢往你的阴茎根部的地方粘贴，那让它会有一点力量把它吊住，比较不容易掉下来。粘完之后呢，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弹性的绷带，好，那你可以用剪刀的方式呢剪下一弹性绷带，一般大概5公分到8公分左右。那用同样的方式呢，一端压住，另外一端呢稍微拉紧，缠绕一整圈。那因为我们给的弹性绷带呢都是自粘的绷带，所以其实你可以只要反过来，你不需要胶带，它就会有粘性，就可以粘住了。好，这个是使用一般纱布的做法。那如果你是使用这种比较不粘黏的纱布怎么办呢？因为不粘黏纱布它表面呢有一层比较防水的一个胶，所以它比较不会有粘黏的情形。可是它没有办法对折，因为它是一整片的。你可以用剪刀把我们的不粘黏纱布呢从那个正方形剪成2个长方形，中间呢再用我们的纸胶带进行结合动作，把一片纸胶带呢把2个不粘黏纱布粘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长条状了。这长条状呢，一样就可以用来缠绕我们的伤口。那缠绕完毕之后呢，一样就是用纸胶带粘贴，然后再用我们的弹性绷带，然后把它绷起来，这样就是完成一个正确的包扎的方式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纱布绷带包扎的方法。那如果你在手术后呢，已经超过1个礼拜了，伤口大致上已经愈合了，你可以考虑使用人工皮。那使用人工皮的方法是这样子，我们一样把纱布拆开，做检查。检查完之后呢，如果这一次我们要使用的是人工皮，那你可以一样先把人工皮呢把它剪成一个长条状。就只要剪成一个长条状就可以了。那我们把比较黏的那一面的塑胶片呢，把它撕起来。那你可以用，因为它本身是有粘性的，所以你就是直接把它粘在你的伤口上面，把它完整的粘贴一圈，这样就可以了。那当然，如果你的伤口比较大、比较长，一片没有办法粘贴，你可以用2片的方式把它粘贴起来。粘贴完之后呢，原则上这样就是 OK 了。你可以不需要使用纱布，那你就直接可以用弹性绷带，或者是如果你已经伤口很稳定了，也可以不使用弹性绷带来做包扎的动作。以上呢就是使用人工皮来做包扎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手术完之后，龟头第一次露出来，所以会相当的敏感。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诊所提供2种药物，一种是一种抗敏感的药膏，叫做利地皮；另外一种呢是可以考虑加购的，这是一种水状的喷雾，叫做益麻。那利地皮的话呢，它是一种牙膏状的东西，是比较像软膏一样。那呢，它挤出来之后呢，你可以挤在我们的棉花棒上面，然后直接涂抹在你的龟头上面。那这个涂抹完之后呢，不会马上生效它大概需要等待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药效才会发挥，可以持续30到40分钟左右。那如果你想要效果更好呢，你可以考虑使用我们的抗敏感喷雾。喷的方式呢，跟我们一般伤口敷料是一样的，你就直接喷洒在你的伤口上面。喷完之后呢，大概等5分钟到10分钟左右，药效就会发挥了。那这一罐其实非常大瓶，所以其实应该是蛮够用的。那喷完之后呢，它大概可以维持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那会让你的敏感性呢比较下降，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冰敷你的伤口，或者要怎么样热敷你的伤口。那我们冰敷跟热敷呢，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冰敷是为了让你的伤口的血管呢可以收缩，可以减少术后的水肿跟出血的情况。那通常会在手术完的前1个礼拜内都会建议大家冰敷，第2个礼拜开始之后就会建议大家热敷了。主要目的呢是要帮助我们伤口的血液循环，同时也可以减少水肿的问题。那所以要怎么样冰敷跟热敷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购买一些冰敷袋。那我们当然这个是示意的。那伤口呢可以不需要拆开，你就是让你的纱布绷带你都不用动它。那你只要把你的冰敷袋呢放在冰箱里8个小时左右，它就会非常冰了。拿出来之后呢，你可以直接环绕我们的伤口。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冰敷，或者是呢，如果你不方便，你想要垫着它，或者你想要有垫在上面或下面，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当然最建议的方式是可以环绕，这样的效果会最好。一般人会建议冰敷的时候呢，一次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那间隔呢通常也可以10到15分钟，所以大概可以每10分钟冰一次，休息，然后再冰10分钟。那次数呢是没有特别限制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有空，可以持续这样的冰敷。那热敷也是一样的意思。那重点是热敷的时候呢，你的温度可以不需要太烫，因为如果温度很热的话呢，你这样垫容易有可能会造成伤口的烫伤，所以你就只要温温的，大概跟我们一般在盖棉被的温度差不多，也足够用来做热敷了，不需要太热。当然，我们手术完之后呢，医师都会建议病患呢可以多加压你的伤口。什么时候要加压呢？当手术完之后呢，前3天内因为比较容易渗血，比较容易有出血的问题，所以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多加压。那加压怎么加压呢？就是你可以用手握住你的鸡鸡，大概跟我们打手枪力度差不多，然后呢维持10到15分钟。那10到15分钟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开休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利用我们的冰敷袋，那同时间这个时候做冰敷的动作，那就会让你的伤口恢复比较快速了。那晚上睡觉大家勃起的时候呢，一定也会很痛。这个时候呢，一样会建议大家可以用手加压，主要一方面呢是防止你的伤口爆开，二方面呢是这样加压呢可以让我们勃起的充血的血可以赶快流走，那就会让你的伤口呢比较不至于有裂开的情形。好，接下来要教大家怎么使用除疤凝胶。通常我们使用除疤凝胶的时机点呢，是我们伤口1个月之后都已经完全愈合了，你可以不用再回诊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伤口还是没有这么的平整好看，有一点疤痕的话，就可以开始使用除疤凝胶。那我们除疤凝胶呢，一般会建议可以持续使用2到3个月以上的时间，这样的效果会最好哦。那怎么使用除疤凝胶呢？我们的除疤凝胶长得是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好了，你都不用棉棒，你用手稍微挤出来，很像是大概绿豆大的大小。然
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伤口上面，假设是我们的伤口，朝同一个方向下去涂，你就直接往同一个方向涂一整圈，然后涂回来。切记千万不要像这样子涂，或者像这样子左右涂，这样的效果会没有那么好。你就朝同一个方向把它抹平抹匀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到末端有点不太够，没关系，你可以再多挤一点然后再一样从同样的方向下去抹平。那抹完之后呢，也不用特别的包扎，就让它维持这样子就会有效果了。那么蛮多病人呢都会问我们就是相关的关于伤口照顾的问题。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包皮腔的钢钉到底什么时候会脱落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包皮腔的钢钉会在手术后的2周到4周之间会慢慢的脱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到达这个时间，不用太担心。那如果你真的超过了4周以后，还是有钢钉没有脱落的情形，那就麻烦可以回诊，那可能看医师是情况需要，可以帮你把钢钉移除。再来呢，如果你手术完之后呢，发现你的伤口有越来越疼痛的情形，那就有可能是有伤口感染的状况。麻烦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络，帮你做判断。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提早回诊做进一步的治疗。再来呢，你在换药的时候，如果发现你的伤口有点裂的情形，中间有非常多的分泌物，而且好像皮肤两边呢是没有对在一起的，那就有可能是有伤口感染的情形。那建议你可以尽速跟我们联络，那我们会提早回诊做进一步的治疗，就会让我们的伤口的恢复会比较快了。再来呢，我们手术完之后呢，如果有一些淤青、黑青的情形，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手术完之后呢，一定会有一点伤口的渗血，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阴茎根部或者是龟头或者是包皮的部分会有一些淤青的情形，这个不用担心，你只要多热敷，一个礼拜之后多冰敷，你这样淤青的情形就会慢慢改善了。再来呢，我们有蛮多病人都问我们说，手术完之后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洗澡？如果你使用的是包皮枪，或者是你使用微创，但是没有加组织胶的做法，这样的情形的话呢，我们会建议你3天内不要洗澡。那我们一般来讲，手术的第1天会算是第0天，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礼拜1手术的话，会建议你礼拜1、礼拜2、礼拜3都不要洗澡。那我们洗澡时间呢，就会建议在礼拜4才开始洗澡。洗澡的时候呢，你可以考虑包着你的绷带，也就是说你伤口可以不拆，就直接洗澡，那水自然流过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经过3天，你的伤口已经稳定了。那洗完澡之后呢，纱布一定会湿掉，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把弹性绷带拆开来，才把我们的纱布拆开来。那耳后呢，每天开始在洗澡的时候呢，都可以洗了，但是你就是洗澡的时候呢，都可以包着你的纱布洗，洗完之后再换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方法呢是有使用组织胶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隔天其实就可以考虑洗澡了，因为我们的组织胶本身是防水的，所以水自然流过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洗澡的时候呢，不要拿你的莲蓬头去刻意的冲洗你的伤口，基本上就是安全。以上呢是我们割包皮手术后常见的问题。如果大家听了这些之后呢，还是不知道怎么换药，也没关系，我们诊所有换药的服务，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回诊跟我们的护理师说，或者是回诊的时候跟我们的医师说，那我们可以帮您做进一步的安排哦。那以上就是我们换药的步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帮我们留言哦。